这里是震惊中外的湖北包山楚墓考古发掘现场。此时，墓葬的周围已经围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专家。打开棺材的盖板，专家竟看到令人匪夷所思的一幕。包山楚墓之所以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，跟墓中出土的10件中国第一国宝级文物有关。国宝级凤鸟双联杯、错金铜尊、中国第一毛笔、彩绘七联，七联上面的迎宾出行图是中国已知最早的旗画，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连环画。世界上已知最早的美观又实用折叠床、龙首帐、剑形矛，中国第一彩棺包山竹剑，堪称楚国百科全书。2把带鞘的青铜宝剑制作工艺远超越王勾践剑。历时5天5夜的文物清理，一共在墓中出土了3000多件珍贵文物。令人疑惑的是，专家打开棺材以后，到底看到了什么？又是哪位富豪能享有如此高规格的陪葬品？接下来带领大家走进本期视频：湖北包山楚墓之谜。新进来的朋友可以加个关注，点个赞，偷偷告诉大家，长按点赞2秒可以触发特效超级赞哦。1986年，因为湖北荆门要修建一条京沙铁路，按照工程计划，京沙铁路刚好经过荆门市10里铺镇王场村的包山。其实，包山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被考古专家认定是一座早期大型楚墓。所谓的包山就是大墓的封土，因为当时的考古技术水平有限，直到30年后被纳入工程建设，国家文物局才批准了对包山大墓的抢救性发掘。经过考古队员的初步勘探，他们竟有了一个遗憾的发现：封土堆上面赫然出现的3个盗洞，狠狠地给考古专家们浇了一盆冷水。通过勘探数据显示，包山大墓是一座甲字形数学坑墓，大墓的长宽都超过了30米。正当考古人员准备清理包山上面封土的时候，他们惊讶地发现，如果要把大墓的封土完全清理出去，至少要清理30万立方米的土方。如果按照当时可载重5吨的卡车，需要12万车次。通过技术勘探，包山楚墓至少有20米的深度，普通的洛阳铲根本到不了这个距离。最后使用绳子悬挂探铲的方法，才勉强探到地下16米的距离。当考古人员把洛阳铲带上来的时候，离奇的一幕发生了。封土下面突然传出轰隆隆的声音，紧接着就是难闻的气体窜了出来。这个时候刚好有一个考古队员在抽烟，烟瞬间把气体点燃。这突如其来的火焰把考古队员们吓得直哆嗦。慌乱过后，考古队员们又重新露出了笑容。原来从洞里面窜出来的气体竟是沼气，只有在密封条件非常好的情况下才能形成这种气体。这也就说明大墓很可能并未遭过盗墓贼的盗掘。考古专家把这种墓称为火坑墓。当考古专家打开内棺盖板的那一刻，竟然在棺内看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一幕。棺材里面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这里就是震惊中外的湖北包山楚墓考古发掘现场。之所以用震惊这个词来形容，是因为在他墓中出土了10件中国第一国宝级文物。1986年6月，包山楚墓的考古发掘正式开始。为了清理30万立方米的封土堆，动用了1个县的人力物力，发掘现场人山人海，非常的壮观。由于大墓是十分罕见的甲字形火坑墓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考古专家前来目睹包山楚墓的风采。据统计，当时参与包山楚墓考古发掘的考古专家人数达到了考古史上之最，足足有300多名国内知名考古专家。当墓葬的封土被清理干净以后，墓葬的整体结构呈现在了众人面前。大墓长34米，宽32米，墓道长10米，足足有14节台阶。
占地面积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300平方米。墓坑越深，台阶越多，墓主人的身份也就越高贵。能享有14级台阶的墓主人到底是谁呢？在清理包山楚墓填土的过程中，考古人员惊奇地发现，盗洞中竟出现了青灰色泥土。这种灰色泥土就是青膏泥。要知道，青膏泥只有接近椁室部位的时候才会出现。难道这座大墓已经被盗墓贼盗掘了？心有不甘的考古专家决定继续往下挖。这个时候，专家惊奇地发现，盗墓贼从封土堆向下挖掘到15米的距离的时候，不知道是不是盗墓贼怀疑自己挖错了方向，在离椁室不到1米的距离，竟然调转了方向，导致方位产生了严重的偏差，最后向墓道的方向挖了过去。专家表示，导致盗墓贼方向偏差的原因，主要是因为大墓的深度远远超过了一般楚墓的深度。盗墓贼就像没头的苍蝇，在15米的地下反复调整方向。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，考古专家竟然在盗洞拐弯的地方发现了大量的盗墓工具，其中就有青铜铲、已经腐朽了的麻绳，还有一具人骨。专家猜测，这具人骨很有可能是盗墓贼的。令盗墓贼没想到的是，财宝没挖到一件，自己反倒成为了墓主人的一件陪葬品。专家推测，盗墓贼之所以命丧黄泉，因为在盗洞中长期工作，导致墓中缺氧，最后在墓中窒息而亡。其实，影视剧中的鬼吹灯情景，就是因为古人不知道是缺氧起的作用。这一发现让考古专家们欢呼雀跃。包山楚墓并未遭到盗墓贼的盗掘，而且保存得非常完整。1987年1月，考古专家挖到了地下20米距离的时候，长宽8米的巨大椁室显露了出来。此时，考古专家有了一个重大发现，在椁盖板上面竟然还有2000多年前楚国藏族覆盖的竹屑。当考古专家打开彩绘方棺盖板的那一刻，竟然在棺内看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一幕。棺材里面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当考古专家挖到地下20米距离的时候，长宽8米的巨大椁室显露了出来。在地下深埋2000多年的竹席，不仅色泽如新，而且韧性十足，甚至可以弯曲卷起。看到这种情景，专家惊叹不已。他们坚信，只要揭开盖板，里面的陪葬品一定可以震惊到世人。在揭开盖板前，考古专家发现，所谓的椁室盖板其实就是重达2吨、长7米的粗大木料。由于条件的限制，全靠人力来搬运。当椁室被揭开，下面竟然还有一层分式盖板。从复原图中可以看出，整个椁室分为5个板块，中间的就是棺室，周围的4个板块就是用来放置陪葬品的区域。考古专家首先揭开的是南侧的分式盖板，打开盖板，里面是满满的珍贵文物，大量的漆木器、兵器清晰可见。甲字形楚墓14节台阶，5个分椁室。考古专家推测，墓主人很有可能是大夫级别的贵族。为了不让文物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，考古队员24小时不间歇地清理椁室内的文物。随后，考古专家揭开了东侧的盖板，东室是整个椁室中最重要的一间分室。随后出土了一件装满食物的青铜器。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，考古专家一共在东室出土了264件陪葬品，主要是以青铜礼器、漆木器和陶器为主。除了青铜器，还有镂空铜杯、错红铜壶、错金银铜尊、青铜剑、铜否。随后又在椁室中相继出土了数十件中国第一国宝级文物。首先出土的是一件凤鸟双联杯，它主要用于洞房花烛夜男女喝交杯酒的时候使用。随后出土了一件中国第一酒具鹤、中国第一漆绘人物画迎宾出行图，
它是中国已知最早的漆画，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连环画，中国第一尊错金铜尊。它的厉害之处就是这种制作工艺早已失传。清理东市的考古人员发现，因为椁室内的陪葬品实在是太多，干脆拆掉了漆暗的案组，这才勉强盖上盖板。随后，考古人员打开了南室的盖板，里面陪葬的全是兵器和车马器，有矛、戈之类的长兵器，弓箭类的干脆直接悬挂在椁室的椁板上面。沉在水底的是车马器和一些重兵器，有盔甲、盾牌等护具。南市出土的车马器兵器非常的多，其中就有一件中国第一剑形矛。正当考古队员即将结束对南市的清理工作时，考古人员在南市的西南角有了一个重大发现。他们发现了大量的竹简，即使经历了2000多年，竹简上面的文字依旧清晰可见。这些数量众多的竹简被考古专家称为楚国的百科全书。通过解读竹简上面的文字，考古专家竟然揭开了墓主人的身份之谜。原来墓主人叫昭佗，担任楚国左尹，主要负责全国的司法机关，可以说他是楚国的第3把手。随后，考古队员揭开了西室的盖板，在里面出土了大量的日常起居用品。在椁室的底部，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具木床，木床上面还有一把竹扇和一束竹简。通过考古专家的解读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，竹简上面竟然没有文字，简直就是一部无字天书。无字天书给考古专家带来了不小的遗憾，但是这具木床可不简单，它竟然是一具可以折叠的木床。这件折叠床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折叠床。历时5天5夜，4个分室的随葬品全部清理了出去，仅剩最后一具主棺。通过复原图可看出，主棺分为内外3重，最里面盛放墓主人尸体的是一具彩绘方棺。1月17日，包裹内棺外的丝织品被剥离干净，打开悬底弧形中棺以后，里面就是一具彩绘方棺。当考古队员打开彩绘方棺盖板的那一刻，被里面神似木乃伊的尸体吓得毛骨悚然。仔细看，原来只是一具仅存骨架的人骨。你对包山楚墓有什么看法？欢迎留言讨论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